好，那么在咱们标配了有这些智能驾驶的系统以外哈，其实这一些智能驾驶的系统，它可以给用户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可以缓解您驾驶压力的一个功能。那么当您的驾驶压力得到释放以后，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享受一下咱们这一套鸿蒙车机所带来的一些娱乐功能。比如说这一套娱乐功能集成了多媒体的音乐啊，你点开主驾驶，你也可以看到华为歌单里面也有非常丰富的各种音乐类型可以供你选择。那么如果说副驾驶乘客或者后排乘客有观影的需求的话，那么咱们也可以在车机上进行一些，比如说看电影啊或者视频的一些娱乐活动哈。首先，咱们在视频里面找到你所要喜欢的视频播放软件，咱们点开以后啊，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点开以后，您可以自由的选择你想看的这些视频的类型哈，它就可以正常在咱们这一块15.6英寸的中控屏上进行一个正常播放。好，那么这种情况下，在日常的咱们实际用车场景当中哈，你可能会遇到一个情况，如果说主驾驶又需要用导航，副驾驶又需要看视频的情况下哈，那么这里就不得不提及到咱们这个车内饰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就是咱们的阿维塔11的副驾随屏走的功能。当主驾驶需要用到车机系统的时候，副驾驶又要看视频的话，咱们可以通过方向盘，咱们可以通过车机左边的仪表哈，3根手指点到，你可以看到3根手指点到屏幕的话，可以把整个咱们的主驾驶的视频移到咱们的副驾驶的小屏上，也既满足了主驾驶需要打导航的需求，也不耽误副驾驶在车上进行一些娱乐影音的功能啊。所以说整个车机不管是对于主驾还是副驾或者后排的乘客，它的整个车辆的享受观影感受的话，都是照顾的非常到位的。好，比如说当您副驾驶或者后排乘客除了观影以外有其他需求的话，那么这些功能咱们也可以通过语音来进行一些使用。好，比如说我可以跟大家举个例子，小塔，打开副驾驶座椅通风。好，你也可以看到整套车机的话，它也可以响应一些副驾驶或者后排乘客的一些舒适功能。小塔，打开后排车窗。小塔，关闭后排车窗。以及连续对话的功能。它同时也能够支持多个连续的指令，比如说包括但不仅仅限于，比如说咱们的空调啊，或者座椅通风啊，或者您的一些娱乐功能，听歌视频啊这些功能，包括但不仅限于这些功能，并且随着咱们 OTA 的升级的话，这一套鸿蒙车机它甚至可以带来越来越多的可能性，也就能实现越来越多的娱乐啊或者影音功能。好，比如说接下来我为大家可以演示一下哈，可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连续对话的功能。小塔，将空调调到20度，关闭副驾驶座椅通风。调到20度了，收到，副驾座椅通风关闭了。小塔，将空调风量开到中等，关闭主驾驶座椅通风。风量调到中等了。好，您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一套语音连续对话以及连续发出多个指令的功能的话，对于咱们这一套鸿蒙车机来讲，它既能够做到精准的识别，也能够做到严格的执行。所以说整个车机功能呢，开始吧。开始泊车，注意环境安全。注意剐蹭风险。
我入已完成。OK 哈。